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2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94.85，收盘价是405.0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14.75，最低价是在394.4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2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同时也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4772.06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趋势，而股价当前的趋势是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止跌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便被迅速拉抬到20日均线值附近。然后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之后呢，股价之后一直是在400关口上方震荡，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那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呢，当日的 K 线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我们也会关注到收盘价不仅是站上了前高，也站上了5日均线值，说明股价在当日盘中出现了反弹。那么我们再从 K 线的线形来看呢，那么当日虽然是出现了反弹，但是上方是有非常大的压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因此我们说当日股价在反弹遇到压力之后并没有更多的多头力量跟进。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股价又被压回到K 线的中部，同时呢，成交量缩。那么出现这样的线形呢，我们又可以把它称作叫一根止涨的信号 K 线。那么连续出现止跌或止涨的信号 K 线，通常它们的最高和最低将会成为日后股价突破的关键标志位。实际上呢，我们会看到，在之前我们曾经给出过关键的标志位，也就是6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386和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416。那么这两个位置是我们在之前说过是股价突破的重要标志。那现在呢，新出现的两根 K 线再次重复了这两个重要标志，因此呢，股价目前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横盘的走势。那因此呢，日后股价的走势仍然取决于这两个关键标志位，一个是415，另外一个是385。好，那么我们单从目前的这根线形来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因为价涨量缩，上方又含有长长的上影线，通常是要有回档的迹象的。那么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关键标志位在这个之间进行震荡。好，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390附近。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将会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409附近。而实际在6月22日收盘价是在405.05，
股价呢是出现了反弹。那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发生的反弹啊，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但是呢性质是相同的，也就是都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并且在前高上方。好，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反弹。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6月2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445。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首先股价要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还有这个重要标志位415，站上这个位置，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才有可能去测试445这个位置。好，那445如果被站上呢，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453，当然第三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我们再来看下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64。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很明显380是强支撑，但是还有一个关键标志位385，这个位置被跌破，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去测试380。而380一旦被跌破，将会继续延续这个空头趋势。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呢，一定我们认为会测试364这个第一个目标。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337，第三个目标呢是下方的325这个位置。好，那我们再来看在6月23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402附近。那么在6月22日盘中，股价在开盘经过一个大幅的震荡之后啊，实际上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所以收盘价是收在了高位，也就是反弹的位置。那么到了6月23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405。次日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是认为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股价将会出现反弹，继续反弹。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回档或者是横盘。好，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多头仓位，我们是在6月12日这根 K 线收盘价406进场。那么到了6月22日收盘价是在405.05，在这个位置虽然收盘价站上前高，又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但是成交量缩，所以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具备加仓条件的，所以这个仓位到了6月23日，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是守385，或者是守380这两个位置。好，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415，然后空头的目标是380。我们再来看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411到412之间。第二个压力位呢是从415到418，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这个区域。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424，第四个压力位433，第五个压力位是441到445。我们再来看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401，是从398到403，其中10日均线值是从398到401。第二个支撑是前低394，第三个支撑是385，第四个支撑是380。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
6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6月23日我们预测股价将会继续回档，也是分先后顺序的。那么第一个可能是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04，下方最低会到达385，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87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4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第二个可能呢是，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02，上方最高会到达413，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09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2的，满足了不可以低于402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